蒙面财经，朋友们好啊！好多天没有更新节目了啊，最近因为家里有点事啊，所以没有及时的更新，那还请朋友们见谅。那还有呢，就是我的频道呢，确实最近还有些问题啊，因为这个频道呢被黑客劫持以后，他就给我卖了，所以呢现在变成了我不是这个频道的所有者啊，只是这个频道的一个管理员。那大家这个从这个图片上也可以看到啊，这个你看所有者还不是我。所以朋友们啊，如果有人知道怎么解决，或者认识 YouTube 一些朋友的话，那请帮忙在下面留言啊，或者联系我的 Telegram 账号啊，账号名称呢是 Mask Finance，那蒙面财经呢不胜感激。那前几天呢啊，大家知道是5·4青年节啊，相信大家呢都被这个 B 站的这个后浪刷屏啊，包括网上有很多关于前浪后浪的讨论。那今天呢跟大家就聊一聊前浪和后浪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也就是不同年龄段的这种代际差异问题。那这个问题呢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全球呢都在发生的啊，也都存在的。那代际差异呢，再结合长期的这种货币刺激政策啊，本质呢它其实是透支未来，来换取现在的经济社会秩序的一个稳定，但导致的结果呢是不可弥合的这种三观撕裂啊，以及越来越大的这种财富鸿沟。那关于代际差异呢，今天啊我跟大家聊3个话题啊。那第一个话题呢就是聊时代不同啊，赚钱机会呢是有差异的。那承认代际之间的差异，而不是通过宏大的叙事去感染后浪啊，或者说用这种鸡汤去喂食后浪，那可能更有助于解决问题。那第二个层面呢是讲一讲不同代际的这种债务的负担问题。那总体来讲呢，前浪有资产，后浪有负债，那这种差距这种鸿沟怎么弥合？那第三呢是货币政策在这个代际贫富差距扩大中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那好，我们先讲第一点啊，关于时代不同，赚钱机会不同。那我们先从人口结构说起啊，大家看这个人口结构图啊，相信跟踪我节目的这个朋友们也看过这张图。那这个人口结构中呢，其实包含了很多经济背后的一些秘密啊，或者一些原因。那中国经济真正的起步呢，是从1992年开始的，也就是邓公南巡之后开始。那我比较喜欢用这个1992年以后开始计算，是因为1978年到1992年啊，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有发展有增长，但是中国经济占全球 GDP 的比例呢，并没有太大的变化。那1978年呢，中国占全球 GDP 的比例是1.8%啊，是中国可能是几千年历史上最低的一个低点。那1992年呢有所抬升，但是还是占全球的2%左右的一个水平。那主要是因为从1978到1992年呢，这些年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也不慢啊，尤其是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还有日本等其他一些亚洲周边的发展国家，发展速度非常快。那再加上1992年之前的这个改革呢，主要是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啊，也就是解放农民的生产力。其实城市里面的变化呢并不大。那我们从很多的数据呢也可以看到啊，这个突飞猛进的起步啊，确实起步于1992年。无论是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这个角度啊，还是财政收入、实际使用外资的余额啊、外汇的储备啊，包括更微观的一些人民币的储蓄啊、高速公路里程啊这些的普及率啊，它都是从1992年开始突飞猛进。那从这个呢，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真正起步呢，其实就是在1992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人口结构年龄图里面，生于1970年前后的这一批人呢，他们在1992年恰逢22岁左右啊，可以说是生逢其时，也是时代的宠儿。那从1992年以后呢，正是中国融入全球化，包括经济高速发展的这28、9年啊，那他们生于1970年前后的人呢，和这个的发展阶段呢是高度吻合的。那现在这批人的年龄呢，正值是50岁左右的一个年龄啊，也就是大家现在所谓的前浪啊，正是这个前浪的这一辈人。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是不是现在最有钱的群体呢，就是50岁左右的这批人啊？我想大概就是在45岁到55岁这批人啊，应该说是中国最有钱的一批人。那关于时代的机遇呢，有个段子我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是说3个人呢一起坐电梯上楼，一个人呢在电梯里做俯卧撑，一个人呢在电梯里不停的撞墙，还有一个人呢就安安静静的什么也不干啊，一直不说话。到了顶楼之后呢，有人问他们3个人说，你们是怎么上到这么高的楼的？那第一个人说呢，我是辛辛苦苦坚持锻炼，靠自己强健的体魄上的楼。那第二个人说呢，我不断的奋斗，摸索前进的方向啊，终于找准了方向，最后才上了楼。第3个人呢悠哉悠哉的说了句说你们都别吹牛了，我们都是坐电梯上来的。好了，这就是这个段子啊。其实呢，所有这些人呢包括我们大家呢，都是坐着这个时代的电梯上来的。
那1992年到2020年这30年呢，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上非常黄金的30年啊，可以说是可以比肩美国在二战之后婴儿潮啊这个黄金一代的这个时段。那1992年之后的这个经济发展阶段呢，大体呢可以归结为3段。那第一段呢，就是1992年到2001年的这个起步阶段啊，起步阶段做了很多的这个准备，包括那时候港资台资进来。第二阶段呢是2001年到2008年，这是一个高速发展期啊，以加入 WTO 为标志。那第三个阶段呢，就是2008年到现在啊，准确的说是2008年到2019年的这种加速发展期。那这个阶段的发展呢，是带着杠杆、带着刺激发展过来的，速度是非常非常惊人的。那很多人的财富爆炸呢，不是发生在这个2000年左右啊，它是发生在2008年之后的这短短的11、12年。那债务的本质呢，它是一个杠杆效应，它会刺激当前的经济加速发展，但会透支未来的需求，降低未来远期的愿景。所以说很多人的财富大爆炸呢，都是在08年以后发生的。如果大家去调研一些上市公司呢，也会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啊，就是传统的这个上市公司的高管年龄呢普遍偏大，很多呢都是50后、60后啊，如果是有70后的高管，那都算比较年轻的。你比如说房地产行业里面的万科啊，高层里面普遍都是50后、60后，最年轻的高管呢是1972年出生的。但如果你去调研这个互联网行业呢，就会发现啊，有一些年轻的高管层在里边啊，70后和80后的高管比较多。那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行业啊，像抖音啊和今日头条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啊，中高层很多呢都是80后、90后啊。再比如金融行业，整体来讲相对也比较年轻啊，因为不管是信托、基金、券商这些行业，很多都是在08年金融危机以后啊得到了大发展。那08年以前呢，基本还是传统金融机构银行的天下。这个模式呢整个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说不管是前浪和后浪呢，其实都挡不住时代的巨浪啊。那解决问题呢，首先要承认问题啊，承认代际之间呢确实是有差异的啊。刚才我也给大家看了，在这个1970年前后出生的人啊，确实是跟中国这个改革开放啊，尤其是这30年的这个发展呢，它是相吻合的整个年龄。那整个从这个私人银行的很多数据来看呢，也是整个45岁到55岁，应该是来说是中国最富裕的一群人啊，他们持有的资产量也非常大。那首先要承认了这个代际的有差异以后呢，总体来讲呢，可以说现在是后浪的这个面临的压力不小啊，就现在年轻人的压力不小，尤其是从大学生的这些年的就业啊，包括工作啊、住房都能感受得到，但是机会呢却不多啊。如果你想冲破这种天花板呢，就像刚才我在上面说的，就像这些移动互联网啊，或者这些新兴行业的机会呢，它能催生新的这种商业机会，才能带来这种更广阔的市场机遇。才能会有这个给前浪才能给这些后浪呢一些这个新的机遇和赶超的这个机遇。那创新呢，大家知道这种科技创新靠什么呢？我想观众们也非常清楚科技的创新呢它需要很多制度上面层面的一些变化教育理念方面的教育层面的变化，是一些深层次的变革。那这是第一部分给大家讲的这个时代的不同，那创富财富的这个赚钱的机遇是差距很大的。第二部分呢，我就讲一讲不同年龄层面的这个关于债务负担的问题。那大家知道，现在全球的债务比例都很高大家看这张图，那全球的债务的目前的总额呢是255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的比例呢是在322%可以说全球经济呢都是在繁荣期它卯足了劲儿往死里加杠杆恨不得透支这个子孙后代或者透支未来的所有的这种福祉，来维持或者推高现在的这种繁荣。那中国呢其实也是一样中国在政府、企业、居民3个主体层面呢杠杆都非常非常高那目前全社会如此高的这种杠杆它这个杠杆的加的时候呢，是在中国人口14亿规模的一个高峰，尤其是在这种人口结构的这种高峰加上去。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平均的年龄是38岁38、9岁，然后呢我们这个人口结构里面呢有2波的婴儿潮，一波呢是这个61年到75年的第一波婴儿潮，第二波呢就是从这个81年到92年的这一波婴儿潮。那2波的婴儿潮它的这种需求是巨量的，所以在这种人口结构的高峰时期呢我们又加上了这个非常大的这种杠杆。那再叠加这个整个这20-30年包括尤其这10几年这个全球化的这个突飞猛进全球化造就的这种繁荣，那整个这个杠杆呢
就加的非常凶。那未来呢，我们如果想去杠杆呢就比较困难因为未来面临的是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和少子化以及世界格局的这种逆全球化。那在这种局面下，你去杠杆压力就会非常大甚至说某种程度的动荡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就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你加杠杆的时候是在年轻力壮顺风顺水的时候加上去，但是随着时间的这种推移，这个巨大的杠杆它在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向了未来的后浪，也就是未来的年轻人。那我们再看我们未来的这个人口结构的话，可以看到这个人口结构的少子化和老龄化也即将来临那包括全球发达国家的很多人口结构都在老龄化过程中，所以未来的去杠杆的这个历程呢，将异常的艰难这个不光是中国，全球都是一样的。那我们知道要维持人口的这种世代更替水平呢，也就是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数量差不多，需要维持在总和生育率 2.1 的一个水平。但是现在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呢是在 1.1 这个水平甚至还在下降如果你看这个北京、上海这个深圳一线城市它的总和生育率可能只有 0.5 几、0.6几，非常非常低，就是一对夫妇呢生育不到一个孩子。那这样的话，如果我们按 1.1 来算的话，那下一代人口呢只有上一代人口的 52%也就是说将近只有一半。后浪呢可以说是越来越少年轻人越来越少，那后浪呢也就越来越弱，对吧？可想而知，目前这么大杠杆化水平的情况下，那后浪也就是未来的年轻人，他如何去背负和解决和偿还这么高额的负债？那这个呢，就是高悬在我们整个社会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呢，如果想解决这种矛盾，弥合这种鸿沟那前浪和后浪呢，可能不得不达成某种妥协，使得后浪的这种债务负担呢，能够有所减轻或者维持。那这个整个社会呢，还能继续向前发展。好，这是第二部分。我想给大家说的就是因为我们这种债务负担在不同这个代际之间的这个承担的水平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这种债务负担呢是在这个人口结构的高峰以及全球化的一个高潮时期加上去的，那未来的去杠杆历程呢恐怕会比较艰难会比较痛苦。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关于后浪的这种差异我也在网上看到一个挺有意思的对比。那他们这个后浪呢有两种不同的后浪一种是为生计发愁的后浪，还有一种呢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后浪。那我想 B 站里面呢这个后浪这个宣传片呢可能更多的是这种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后浪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两种不同的后浪这个差异是非常巨大的你看这个有人说前浪每个月房租涨500，后浪呢就是滔天大浪是这个房东稍微涨点钱，年轻人压力非常大。那还有人说后浪不是送给青少年的，是送给富二代的还有人说这个说的很中肯看完视频以后内心毫无波澜他因为他是农村的孩子嘛，他觉得这个写给中产家庭，所以说这是一种后浪也就是大部分的这种后浪，大部分的年轻人面临的巨大的压力。那还有一种后浪呢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上市公司的这个接班人了，也就是上市公司的这个二代这个大量的上市公司也是90后了，但是这是又一部分这个后浪的代表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好，这就是关于这个第二部分就是在后浪的债务承担方面，我想就先说这么多吧，以后有机会呢我们再详细聊。那第三部分呢，也就是最后一部分，我们聊一聊这个货币政策在造成这种代际鸿沟方面的推波助澜的作用。那正常来讲呢，市场经济呢有危机本来是正常的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工业革命以后，可以说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有经济危机其实也是一种自然的经济规律来淘汰、来出清、来进行新陈代谢的一个过程。但是现在各国的政府呢都太害怕通缩了，太害怕这种大萧条或者害怕经济危机了。那再加上这个有政治因素的这个作用，包括西方的选举也好其他国家的各种政治因素也好，那在经济规律要发挥作用进行调整的时候呢，那货币政策都进行了逆周期的调节逆周期的这种刺激。那这种货币政策呢，我以前也多次讲，它其实是扭曲了时空它不让经济自然规律发挥作用，通过透支未来来换取现在的稳定和繁荣不允许这个任何程度的出清。其实这个透支未来最简单的话讲呢，就是扩张债务，就是发债把借未来的钱拿到现代化维持现在的一个稳定和繁荣。其实在2008年呢，对全球各国来说呢，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次在贫富分化还不那么严重的时候或者说在代际的这种矛盾没那么突出的时候那让经济规律出清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机不管是中国或者是全球经济。那
随着08年以后呢，各国进行了这种央行的刺激啊，其实使得这种贫富分化的这种失衡啊越来越严重了。那经济的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再平衡的一个过程。那也就是说，各国用有形的手，用货币政策去强力干预了经济啊，还是透支了未来，拯救了当下，但是给未来呢也埋下了很大的隐患，也造成了更严峻的这种贫富分化和更严重的经济失衡啊。这是08年之后啊，08年的这个当时全球央行的各国的货币政策，其实对未来的影响是非常深远啊。那货币刺激的这种游戏呢可以说呢对手里有资本的人啊，也就是对钱浪呢是比较有利的。因为在货币刺激过程中呢，可以获取更多的这个信贷货币啊，信贷资源。那年轻人呢，他想去获取这种信贷资源的能力比较有限啊，他更多的是靠出卖劳动力啊，或者是刚刚进入市场。那每一次的货币刺激呢，其实都加大了代际之间的这种财富鸿沟啊。那最明显的例子呢，大家知道就是房价啊，或者各种金融资产的这种价格。那随着资产价格越来越高，那工资的收入呢又基本不变啊，或者上涨的非常慢，这样年轻人呢后浪呢他就发现好像奋斗也没有什么用啊，也追不上这种高涨的房价，追不上高涨的金融资产价格。所以说每次的货币政策刺激呢它延缓了这种经济的出清啊，本来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这个历史机遇或命运，对吧？他不停的通过货币刺激以后延长了这个原有的周期啊，得不到一个好的一个调整。所以整体来讲呢，这种由货币政策刺激和驱动的这个增长模式中呢这个后浪的这个杠杆年轻人的杠杆越加越大啊，因为他不加杠杆的话，他买不起这个资产啊，买不起高涨的房价。那接盘的这种资产呢总体来讲呢，其实是前浪多年前呢是以比较低的一个成本入手的一些资产啊。那年轻人呢在这个货币刺激模式中他是处于下风的，他掌握的真正掌握货币刺激权利啊，或者说受益于货币刺激政策呢，正好是前辈们啊，也就是前浪。所以这种代际之间的财富鸿沟呢，被这个货币政策放大了。好了，这就是今天呢我给大家讲的3点内容。那第一点呢是想说前浪后浪时代不同，赚钱机遇呢是有巨大差异的，全社会呢也要正视这种现实啊，不能一味的就是给后浪灌鸡汤。第二点呢是讲了债务负担在不同代际之间的分配问题。那加杠杆呢是在人口结构最漂亮的时候，也是经济最繁荣、全球化最鼎盛的时候加上去的。那去杠杆呢的时候呢，这些因素呢恰恰又都逆转，所以未来的去杠杆之路会异常艰难。可能需要前浪和后浪的代际妥协。最后一点呢，就是给大家简单分析一下货币刺激政策在扩大这种代际鸿沟时所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最后呢我想说一点，其实这一点呢，就是凯恩斯曾说长期看我们都死了。是的，老一辈呢通过透支未来是熬过去了，但是后浪年轻人呢，那我相信最后呢，世界恐怕终究会通过一场史诗级的这种经济动荡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再平衡。好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